ITN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税务身份？要不要向美国缴税？会不会比以前多缴税？通过 ITN 顺利的申请到了 Passbook、Stable 这两家美国银行的账户，同时也申请到了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账户。如果在过去3年内我们的 ITN 没有报过一次税，那么这个 ITN 就会过期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之前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在中国大陆远程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，主要方法分为2种，一种是我们通过中介渠道来开户，另外一种是自己在网上申请。通过中介申请的话，要求比较简单，一般有护照就可以开出来。通过自己在网上申请，就需要 DIY 很多资料，其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资料就是 ITN， 也就是美国的个人报税识别号码。我自己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，通过 ITN 顺利的申请到了 Passbook、Stable 这2家美国银行的账户，同时也申请到了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账户。如果说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也想要自己 DIY 申请美国银行账户的话，那么 ITN 是必不可少的。有了 ITN 之后，就可以按照我的视频教程来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账户了。但是很多小伙伴在申请 ITN 之前会担心很多问题，比如有了美国的税号之后，我们需不需要每年都向美国去交税？或者说我以后要移民或者移居美国， ITN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也有小伙伴会问，我现在正在炒美股，有了美国的税号之后，炒美股的税率会不会发生变化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用国内的身份去炒美股的话，是不用交资本利得税的，不用交一个利息税和分红税。但是如果是美国的税务居民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去缴纳资本利得税，大概是 30% 左右，还是非常多的。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比较担心这个问题了，有了美国税号之后，会不会多缴税？那么今天就重点和大家分析一下这3个问题。ITN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税务身份？要不要向美国缴税？会不会比以前多缴税？然后会不会影响去美国？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要搞懂 ITN 是什么，网上的解释有很多，我们不如直接去美国国税局的官网去了解一下，毕竟美国国税局才是最权威的。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跳转到美国国税局的官网，官网是有中文的。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 ITN。 ITN 也就是个人报税识别号码，是美国国税局颁发的税务处理号码，对象是没有资格获得 SSN 但是还需要报税的人。那么 ITN 有什么用途呢？我们看一下这句话， ITN 不得用于申报联邦税以外的其他用途。也就是说 ITN 有且只有一个用途，就是申报联邦税务，也就是报税。那有的小伙伴就会觉得奇怪，既然美国国税局说 ITN 不能用于报税以外的其他用途，那么为什么你还可以用 ITN 去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 ITN 的官方用途仅仅是用于报税，但是美国的很多银行它为了拓展自己的客户，比如一些新移民，一些没有工作的人，没有 SSN， 或者说一些在校的留学生，他们也没有 SSN。 没有 SSN 是没有办法去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和美国的信用卡的。为了方便这类人的话，美国的一些银行就自愿的去接收 ITN 作为一个身份证明，让没有 SSN 的人也能够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。所以说 ITN 能否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，主要是看银行是不是单方面的自愿去接受这个证件。他的这个行为只是银行的个人行为，和美国的国税局是没有关系的。经过我的个人实际测试，用 ITN 可以网上申请的美国银行有 Capital One、Stable 和 Passbook。用 ITN 可以网上申请的美国信用卡有 Capital One 和 Stable， 还有美国运通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ITN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税务身份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ITN 号码是不受移民身份的影响的，无论是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都是有资格去申请 ITN 的。拥有 ITN 并不会造成以下几个影响。首先，第一个是有 ITN 并不代表着我们可以在美国进行工作。比如说有的小伙伴说他办了旅游签去美国旅游，他可能会想，我已经有了美国的税号了，那我能不能在美国去申请工作呢？答案是不可以的。第二个是也不能够享受美国的社会福利，只有拥有 SSN， 也就是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，才有资格享受到美国的社会福利。
第3点是也不能够进行一些劳动所得税的抵免。美国的国税局官网明确说明 ITN 只有申报联邦税的用途，无论是不是移民都可以申请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推导出 ITN 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税务身份，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所要缴纳的美国税率。下面我们来聊聊，有 ITN 了之后就要缴税吗？答案是不一定要缴税，但是必须要报税。缴税和报税这2个概念是不同的，无论要不要缴税，我们都需要报税。比如我现在主要的美国资产是银行的支票账户里面的现金余额，还有美股券商的股票。原则上这些美国资产我们是每年都要找会计师来进行税务申报的。但是美国银行的支票账户是没有利息的，也就意味着不会产生收入，这部分可以做零申报。美股券商的分红股息这些是要缴税的，但是每次发放之后券商都会代扣，所以我们不欠美国国税局的税，也就不需要去进行申报。结论是，只要我们不欠税不逃税，作为非美国税务居民的我们可以选择不进行税务申报。当然如果说个人的资产比较多，而且今后也打算移居美国，找个美国会计师做一个零申报也是可以的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如果自己被多扣税了，要申请税务返还，这个时候也有必要进行申报。同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的重要提醒。过期的 ITN 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如果在过去3年内我们的 ITN 没有报过一次税，那么这个 ITN 就会过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想要保持 ITN 一直有效，那么必须在3年内进行一个税务申报。那么要怎么样去进行美国的税务申报呢？我们可以找一个美国的会计师，提供自己的银行月度账单和券商的月结单，或者券商的 104S 税表，委托美国的会计师来进行申报就可以了。申报之后，我们的 ITN 就可以续命3年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解决关于 ITN 的困惑。如果大家想要申请 ITN 需要美国的会计师资源，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订阅分享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